那我们在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谈的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921照片与我。那我们接下来就透过地图，还有透过相片，然后我们来看20年前发生的事情，跟那时候地震所造成的危害。那透过我的背景，我有相关工程的背景，可以跟你们解释，在这20年前发生的事情，跟它后续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照片，是在921过之后，其实已经过了2个月，我们到现场去拍的，那是在石冈坝拍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地图的位置，这是我们把断层的位置，中央地调所那边公告断层线的位置，能够直接套到地图上 ，Google 地图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先找石冈水坝。石冈水坝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其实石冈水坝跟921断层的有趣的关联哦。921断层其实是直接切过了石冈水坝，而且它是我们如果从比较大的尺度来看的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逆中断层，所以它921特朗普断层事实上是东边，因为板块运动东边的地层挤压，然后抬上来。那它抬上来的时候，事实上整整就切过了石冈水坝。他说什么？他说石冈水坝是在大甲溪上游的一个蓝河堰，1977年完工营运，它是台中境内的。它发生的事情是921大震以前，大台中地区用水每日110万吨，90万吨是从石冈水坝提供的原水。那因为车龙埔断层错动发生921地震，把石冈水坝的第16号的溢洪道整个切断，地表抬升10公尺，右岸提升2.2公尺。不同抬升高层影响坝体受到挤压变形破坏，它16、17、18号闸门跟土木设施全毁。到2000年底的时候，复建工程全部完工，大坝本来由352变成275，那每天可以供应的水降成70万吨，其他就从鲤鱼潭那边去支应。石冈水坝其实部分的坝体能保留下来，所以你今天看到石冈水坝它坏掉的状况，不代表它已经不能用了，它目前看起来是蓄水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石冈水坝的照片，这是我们在11月的时候到石冈水坝，就是在20年前在石冈水坝拍的照片。那时候就跟刚才提的一样，因为它抬升了10公尺，所以它把整个坝体都弄坏。这是我们爬到坝体上去拍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侧，那你就可以看到，事实上地震基本上就是无坚不摧。你通过断层的地方，你不可能留下任何的能够活下来的构造物，因为地震的能量相当强。石冈水坝其实就是超龙埔断层整个切过了石冈水坝，它其实也有2个断层线，所以它其实相当破。南侧跟北侧事实上它都有断层线通过。那我们看到石冈水坝它的断层错动经过，把它整个坝底给切碎了。之后我们经过陆续的修复，但是我要跟你们解释，石冈水坝，我是一个老台中人，石冈水坝发生921之后，台中的水质就整个都变。台中的水质事实上本来是跟台北翡翠水库所喝的水质是一样好的。921过之后，整个石冈水坝错动之后，供水开始混着鲤鱼潭的水跟石冈水坝的水，事实上整个台中市的水就变难喝，基本上是这样，它变得可能矿物质比较多。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距离石冈水坝不远地方的一个背风桥。石冈水坝在这边，背风桥就是把背头然后接到丰原的这座桥，它应该是一个当初是台中县县管的一个比较小的桥梁。那这是一个县道，这是省道。那我们可以先看它的断层线是在这边，所以因为抬升，所以背风桥整个都被扯断。这是我们在背风桥拍的照片，因为在你望的那个方向是下盘，拍照片的这个位置是上盘，所以上盘抬升之后把整个桥整个扯断。其实921过之后也产生了很多桥梁设计上面的一些挑战跟调整。我在高铁专案做的时候，因为历经了921之前跟之后，所以事实上高铁的设计规范也因为921的关系做了相当多的调整，这让德国人赔了不少钱。
它的落桥防止措施基本上是没有做的。我们很幸运了，因为发生921的时候是在半夜1:47。它如果是在白天的话，那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全部都会掉下去。它的上盘抬升，你看形成了一个小瀑布，但是后来经过冲刷，这些都已经消失。飞凤桥已经修好了，飞凤桥其中一段整个都掉到大甲溪里面，远望相对的房子。然后其实从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断层错动的一个截面。这个是921时候的我了，那时候很像比较瘦一点。这是我们在另外一端拍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从下盘往上盘看，它上盘因为抬升，所以整个桥就因为它也产生错动，所以整个桥就掉到大甲溪里面去，然后分成了很多段。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无人机，所以没有很多空拍的资料留下。我们接下来看的是那个时候叫做教师研习营，今天它的名字已经换了，它叫做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我们从石冈坝往下过了飞凤桥之后，到了国家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研究院事实上也是在车龙埔断层上，它其实车龙埔断层真的就是切过了国家教育研究院的下方。它的运气不错，房子并没有整个被车龙埔断层切过，但是它的结构上来讲，应该也是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这是车龙埔断层切过的地方，那时候叫做台湾省教师研习会。这是另外一位我们一起跟着去做地质调查的俄罗斯的地质学家，他叫 Elena。Elena 的专长是矿物学。这是教师研习会往下看，教师研习会的建筑本体，这个地方叫青罗山庄。我们离开了教师研习会之后，我们就是到了丰原的中正公园。丰原的中正公园是位于车龙埔断层的上盘，它其实很清楚的记载了相关的一些断层错动的状况。但是因为到丰原那一区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业，所以有一些工厂也有很严重的受损。我们看得出来，那天晚上应该大家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它房子坏的这么严重，断层经过的地方基本上是无坚不摧。但因为它的房子主要都是轻构造的，所以扯开了一些。中正公园附近事实上有很多桥，然后这些桥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拍的这一座。这栋房子应该也已经歪了，地表错动的相当严重。那你像这栋房子来讲的话，这大概就是大家最常讲的，它很典型，因为1楼、7楼的柱子已经产生错动，所以它就整个往下倒下来。这是近拍这些钢构，他们的房子的构造其实是倒掉的那栋房子的近照。然后房子倒了，他们的车子停在7楼也都整个都被夹住了。其实过了2个月，陆陆续续都已经在进行相关的清理的工作。这是中正公园里面，然后河道事实上也是被前端的地震的破碎影响，所以其实这边就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也是切过了这个河道，所以我们就有看到它河道的一些破碎的状况，然后房子也有相当严重的受损。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相片，接下来这些照片是在中台一专的西侧拍的。中台一专其实紧邻着大理溪，它在大理溪的算是在它的左岸，它在它的东侧。那地表也破碎的相当严重，在中台一专那一区其实是大坑口、大坑的下缘，所以那时候在台中算是比较幽静跟高级的住宅区。那它切过去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切过去的位置。断层线事实上也切过了很多住宅区，所以对于很多住宅区的人来讲，其实是相当的压力，相当的大。其实后来在大坑的几个步道口做了很多地震公园，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房子倒了很多。如果是公有地上面有很明显的影响，公有地最后都会把它变成公有。那这些房子事实上都是受到了抬升了，它们其实已经不是在原来的高层上面了，它们都长高了。整个断层切过去之后，上盘的房子运气好的话，就是维持一个很好的独立性。像这栋房子，其实它很明显的，它可能有很好的基础，而且它楼层是低矮的，因为它就是2层半的这种结构物双拼的，所以它运气很好，就还留在那个。那下游其实就有很明显的断层的错动，所以断层的错动留下了很多断层刮下来的位置。
这些做地质的人特别对于这种事情特别有兴趣，他们就会拿东西去拍照去量测它。那房子也一样，台湾流行这一种有骑楼的房子，但是我觉得有骑楼并不是一个罪恶的事情，这个我们有机会再来讨论。但是有骑楼房子显然并不晓得地震来的影响是这么的明确。那这张照片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张照片。那天晚上睡在这个位置的人，他可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他跑得快的话还好，他跑得慢的话，可能就会被跌落下来的砖块打中。这个摩托车已经夹在这里。这张相片其实是很典型的一种骑楼整个都剪坏的照片。那我们可以看到，它骑楼的钢筋量除了少之外，它的混凝土量也少，所以它能够所承受的力量真的是并不是那么充分。那以前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其实不太管，因为水电的人进来，他可能就把水管塞在柱子里面，对他来讲，他很省事嘛，反正也不用露在外面，然后也比较不会有老化的问题，确实是比较耐久。但是其实现在你如果做很多这种透天的，然后一楼的出水口事实上从楼上排水排到一楼，大部分都堵住，所以他们很多后来都是拉米管。做暗管其实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哦，这是 Lina 跟另外一个法国的教授马拉比，我后来一个同学，他的指导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一江桥。一江桥事实上是在太平跟台中的交界，台中市在这边，就市区在这边。那北边是大坑，然后经过了北太平之后进入南太平。那南太平太平其实分两块了，它被头汴坑溪插成两块。它的北边就是有一个类似三角形的地方，这个就是一江桥。那一江桥的附近其实也是有相当复杂的一些地面的剪裂，你到今天去都还看得到。你如果看到有一些地比较高，然后路是可以过去没错，但是它地面明显的抬升，你就会知道那个地方其实曾经就是中部断层错动的地方。一江桥事实上在921之后，整个支离破碎，整个都断了。我们来看一下一江桥远望的状况，可以，这就是一江桥远望的状况。一江桥整个都全部被挤得像是骨牌一样，全部都断掉。在附近的房子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其中有一栋房子，它的太阳我们也可以详细的做一下观察。这栋房子其实它的结构很好，所以它应该看起来在921那时候看起来是蛮新的。所以921的地震对于上部结构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影响，但是它就是整个都倒掉了，整个都歪了。所以后来他们帮他做了一个扶正，这些扶正的工程做好之后，房子就继续住了。他的运气不错，就是你看他的地梁其实做得很高，然后它的结构本身可能是新的。你是说啊，那不是有骑楼吗？其实它骑楼上面并没有什么载重，它是比较次要的构造，都是一些阳台、露台的构造在前面，所以它并没有因为载重过大，然后让它整个骑楼都剪断。这是他们用来做一些顶升的一些油压的工具。我们从北边的石冈、悲峰，然后进到中台一砖，然后再到太平的一江桥之后，我们进到比较南边最有名的光复国中，光复国中的操场。光复国中的操场事实上在921的时候，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它整个房子、整个学校的校舍全毁之外，它因为断层线穿过了学校的操场，那因为它学校操场有很好的 PU 跑道，所以这些学校操场的 PU 跑道刚好就像是标签一样，把整个断层线很清楚的标示下来，所以后来它就被留下来当做是地震博物馆。你现在到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有一个院区，就是921地震园区。那地震园区在921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它是光复国中的校地。那我们来看一下光复国中的位置。光复国中的位置其实是在雾峰。我刚才提说，我们从北边一直往下看，然后经过了石冈、丰原，到了太平，然后到了雾峰。雾峰事实上也是在921的影响相当严重的一个位置。那这就是921地震教育园区，那时候是光复国中。其实到现在你还看得出，差不多看得出来一个国中的操场的样子，国中的校地的样子。在20年前我们到了之后拍的照片，到今天其实你去现场看还看得到啦，就是
花了不少钱把整个建筑物都透过一些支架，透明的支架把它封存起来，所以你去现场你几乎就是看到完全一样的东西。那这些房子事实上也很明显的就是受到地震的影响，它的梁柱接头全部都产生了破坏，所以整个都垮下来。这是房子垮下来的状况。这是我20年前的样子，那个时候比较年轻。这是卢老师，这是我们法国的同学，他现在在 Nice。这是那时候大家在操场查看的状况。我们其实从光复国中的校舍可以学到很多事情。梁柱接头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它的铸钢筋的配件基本上都不够。我们希望它能够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坏。那这种大震之下，事实上它是真的都倒，它房子的韧性不足，所以它没有办法抵抗这些。它这些头其实是意外，它这个不是刻意放的，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些家政课所留下。这是学校的操场，因为学校的操场事实上就是整个都被地震剪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地震事实上是剪裂了整个光复国中的校地，所以我们可以从它所留下来这些地震的剪裂的结果去记录很清楚的上下盘的错动的状况，这也是操场的情形。今天你到现场，你还可以看到这些跑道被完整的留下来，而且放在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查看这些留下来的遗迹。这是校舍破坏的状况，这是远远看超音波断层的上盘跟超音波断层的下盘，它其实连整个草地都全部都把它剪裂。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它坏在一个相当好的位置，能够让我们后代的人能够去了解地震对于台湾的影响，还有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议题。这是很清楚的一个窗台导致柱剪裂的状况。所以后来我们在模拟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窗台所受到的影响，事实上都做了相当多的留意。这个很明显是短柱的一个现象，这个也是一个短柱的现象。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看的是乌溪桥，乌溪桥是连接雾峰跟草屯的桥梁，它等于是台中跟南投的交界。乌溪桥所在的位置，北边是雾峰，南边是草屯，北边是台中，南边是南投。那我们从刚才北边一直往下，就是说我们从太平北边的一江桥，一直下来到雾峰的921地震教育园区，然后一直下来到雾峰的最南边，然后草屯的最北边，台中的最南边跟南投的最北边。一江桥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破坏形态，它其实也给我们相当多的思考要怎么去进行桥梁的设计变得更完善。我们其实是相当幸运，因为921发生的时间是在半夜，如果发生时间是在白天的话，其实很难想象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乌溪桥事实上跨过的就是乌溪，那我们921的超音波断层从东边抬升了，事实上在这个沿线上面，它让整个乌溪桥受到挤压，所以它的桥也就跟着掉到乌溪里面去。那我们来看一下乌溪桥的照片，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让南投变得比台中还高，它整个让草屯抬升上来，然后往台中挤压。这是乌溪桥的照片，在地震发生过之后2个月。那我们站的这个位置，事实上是在北边，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从台中往南对向是草屯。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桥梁，从远观来看哈，中部断层有一部分的位置，事实上是跟整个乌溪桥是平行，但是在靠近雾峰那一段，靠近台中那一段，它产生了抬升，让南投草屯的位置变得比台中雾峰的位置还要高。我们在桥梁设计上，显然这个铸钢筋也是不够，所以它其实很明显的就剪裂掉了。我们其实在里面看到这些钢筋，这个年代可能大家对于地震的想法都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我们看到的钢筋其实相当细。这个是我20年前的卢老师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很像这个桥墩是被我打碎的一样。这是从远远的看，它几乎每个桥墩全部都剪裂。比较抬升上了这一边是南边，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断层是沿着乌溪桥剪开，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逆断层嘛，所以
上盘的地方比较高，上盘其实是整个南投南投这一段算是上，所以这一边是草屯，然后这边是台中。那我们从下面这个让下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因为其实整个草屯往台中挤，然后挤了之后，你看那个桥本来应该是在桥墩的中间，那因为南投中埔断层的上盘在南投这边往北边挤动，把它的桥整个都挤得掉下来。这边是台中，然后另外一端是南投，它因为台升的关系跟挤压的关系，它就把整个桥像骨牌一样全部挤，它就整个掉下来。所以我们在做桥梁设计的时候，落桥防止措施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设施。你现在如果去看台北捷运、台中捷运各种高架桥，它其实下面都会挂一些铁件，试着就算是地震再严重发生的时候，你也不准桥断成这个样子，因为桥断成这个样子是不能被允许的。你可以坏啊，你可以这个支离破碎，但是桥不能掉下来。掉下来，火车过了，人过了就掉下来。这边是草屯，我们远望草屯被抬高了，这就是乌溪桥的状况。接下来我们来看九九峰，九九峰在中埔断层的东边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性质，就是说它让九九峰上面的植被全部都剥落了。你如果从国道6号往东开的时候，你去埔里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九九峰。今天看到九九峰其实是已经不是921发生的时候的九九峰，因为921发生过之后，刚发生过之后，九九峰整个植被全部都被地震给震的剥离了下来。你看到它远望，它本来是很茂密的植被啊，但是在我们拍摄的时间是在921过之后的2个月，在921那一天摇的2个月之后，它还暂时是没有长回来。但是你现在开国道6号往埔里，事实上你就会看到九九峰已经相关的植被都已经相当茂密的长回去了。这是比较近去看九九峰。它的植被其实就是因为摇动的关系，全部都整个都滑落了下来。它本身的植被可能跟它的地质的材料有关联，它没有办法有相当的深的根把它抓住。921发生那天晚上，其实台湾很多酒厂随之因为地震的关系，酒厂就可能电线走火还是什么原因，它就产生了很多的火灾跟爆炸。埔里酒厂听说也有爆炸，然后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它这些酒酿的这些酒，事实上921那天这些酒从这些缸里面破掉了，然后整个流满了酒厂。听说大家都拿脸盆去水沟捞绍兴酒回来家里放，你不捞反正它也是流掉。那我们来看921发生的时候南投酒厂的照片，这个是酒厂的1楼，它也一样，因为1楼的柱基础，1楼的柱的强度不足，所以它也整个从1楼软弱的垮下来。这是另外一边的相片，大家可以看到，事实上它整个就是垮下来的1楼，因为原来这个通廊应该是能够连到3楼的，那3楼已经变成2楼，这是它的通廊的比较近的照片。它1楼已经全部掉到整个1楼全部都已经压碎压垮，那天晚上发生相当严重的事情。那我们来看南投的埔里里面另外一些房子，这房子其实也不容易辨识出它今天是哪一栋，这其实讲起来让人觉得哀伤。受过伤的房子，事实上是不是应该要被标示？那它如果补强过之后，是不是它就应该证明它已经不再受到这个地震的标示的影响？比如说这栋房子来看好了，它的结构在梁是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破坏，但是它其实柱子产生了相当多45度的裂缝。像说这一部分的裂缝，其实也是一个窗台短柱的一个现象。我们把它放大来看，为什么这边会产生一个窗台短柱的现象？因为它这边有个窗台，假设说你没有窗台，它可能有比较好的认知，因为窗台做出来了，所以本来柱子的行为是柱，它应该是受到一个，平常是承受轴力，但是地震来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梁一样，它是能够承受弯曲。但是它没有办法承受弯曲，它变成一个相当短的柱子，它产生的就是直接的剪裂。这栋房子在哪里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它表面的石材也因为地震的关系相当多，都已经剥落，整个掉下来。那这边还可以看到当年我的
相片出现在这里。20年前的地震，事实上也有很多权宜措施发生了。那我们接下来会看，在埔里很有名的一间国立大学，这间国立大学叫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在921的时候，校舍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他们那一段时间就整个学校全部都迁到台大里面去，所以那段时间台大的校园里面有很多暨大的学生。暨大的校园，它其实是在一个埔里的比较高的一个高岗上，在高岗上产生的地震，也许会有比较放大，或者是说本来的设计的强度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它的校园产生相当严重的损害。那短时间，如果我是校长，还是说我是教育相关的人，我也认为短时间是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在里面上课，会是比较恰当。那它的房子可以看得出来，相关的一些结构的性能已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这边是我们那时候去暨南大学里面，你看它学校的教室跟教室之间的这个隔间墙，其实全部都已经剪开，它是一个砖墙，墙壁上写着"我爱埔里，更爱暨大"，但是不爱李家同，因为可能那时候李校长叫大家要去台北念书，大家显然心情不太好。去台北念书不是应该比埔里更开心吗？这一面墙事实上是整个都已经剪坏了，它很明显的这些砖墙的构造并没有办法足以支撑当时地震带来的强烈的地震力。这个房子也看得出来有很多高窗的短柱的现象，这些都是高窗短柱的现象。地面也产生很多的影响，所以那天的地震也没有经过埔里，它也没有经过埔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埔里离我们松浦断层的位置到底是有多远？我们看一下基本的图资，它的位置，松浦断层的位置在这边。9.1发生的时候，集集其实是震度最大，鱼池震度是最大。那在南投鱼池跟埔里的暨南大学，这是在埔里的暨南大学。我们来量一下它距离松浦断层的断层线有多远。以最近的来看好了，它其实还有22公里，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整个震央所在地，因为921集集大地震，集集的位置事实上就是在水里鱼池集集，它的震央的位置就是在这里。所以事实上，暨南大学的位置离震央相当近。那我们来看921发生之后日月潭的状况。日月潭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先提一下，既然叫921集集大地震，它的震央是在集集，那集集到底距离车龙埔断层线是多少？它是8公里。那震央离地表多少？也是8公里。所以简单的去猜测，就是这个断层可能在地面下的倾角是45度，集集离日月潭也差不多是一样的距离。我们来看一下，也是8公里到10公里，它事实上是12公里。那我们来看一下921发生的时候日月潭的状况。我们其实那次也去了日月潭，在日月潭拍了一些很有趣的照片，这都卢老师拍的，他其实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美好的回忆。这是在月台，在码头上面，我们搭了船，然后到了光华岛。现在知道叫光华岛的人可能不多了，这个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光华岛。你现在去看拉鲁岛，它已经平了，它整个都是平的。那个时候光华岛事实上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有建筑物在里面，而且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月下老人。光华岛上面有2个指标性的东西，一个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个纪念碑，日月潭完工的纪念碑，另外一个就是月下老人。很多人会去这边拜拜求好的姻缘啊。月下老人事实上那时候他没有倒，爱情真的是永恒。房子是倒了，这个是20年前的我。这个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日月潭完工纪念碑，玉岛池纪念碑文。光华岛今天已经完全都变成一个平面了，它的树也都已经倒了。这个是那时候的德化码头、德化社，你今天去还是看得到德化社的。德化码头看起来也是受损的相当严重。文武庙在921的时候发生相当严重的损坏，它的梁柱接头坏的相当严重，所以它后来有很多
结构都全部都重建。现在文武庙其实还是一个相当热门的景点，它的 view 也相当好。我的父亲跟母亲相当喜欢文武庙，它其实可以看到日月潭最美的景色，差不多日月潭能够看到日月潭最美的景色的位置之一。那我们来看921集集大地震，集集震发生了什么事情？集集震其实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是因为他们人口密度比较低，人口密度比较低代表什么？就是你的房子基本上也比较低矮，房子比较低矮，风险相对上是比较低。这是集集火车站，火车站其实本身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那天刚好有人结婚，火车站其实全部都重建了，但是它在地震的时候，它其实倾倒。附近的武昌宫事实上，它整个1楼全部都垮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早期的宫庙上部结构用的是木构造，现在的宫庙上部结构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所以它的重量相当重，在耐震设计上面要特别加以考量，才能够抵挡得了地震来的地震力。这是在集集震的武昌宫。那我们接下来看民间乡，民间乡其实是921车龙埔断层线的最南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竹山民间在比较北边，它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有提过了车龙埔断层保存区。那在这里，因为车龙埔断层其实剪过了什么？它剪过了铁道。这个铁道是什么铁道？这个铁道是集集线，就是日本人当初在盖日月潭的时候所留下来的运输系统。那我们来看一下集集线还有民间乡的921发生过之后的事情。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塔，现在你开国道3号，你从南边要往北走的时候，你都还会看到这支电塔。那时候倾倒到现在，这个电塔还留在这边。它倾倒的原因是因为它也刚好就是坐在断层线上，这个是相当巧。这是马拉比尔，然后我们走在这个是我了，前面这是马拉比尔，我们刚好走在集集线上。那它的断层就是切过了集集线的铁轨，所以你就会看到它有一个高差，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抬升。当然，现在火车都已经火车铁路都已经修好了，铁路已经复驶很久了，但是那时候是刚发生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云霄飞车一样，因为断层通过，上面上盘抬升，然后下盘的铁轨就被拉上，它整个铁道钢轨还有它的轨枕都被扯落。这个应该是南投农田水利会的郡道，它的铁轨都被抬起来，然后这是那个秦岛的铁塔，这是远望整个铁轨被抬升然后拉扯的状况。其实这段铁路也因为经过了断层，所以也很明显的做了一个记录。这是秦岛的铁塔，这是马勒维尔跟尔琳娜，这是被扯开的铁轨。我们在提921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政府机关在921的断层线上，那就是南投的中兴新村。在199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陆陆续续要废除台湾省了，但是台湾省的省政府就在中兴新村上。我们也来看一下中兴新村的照片，在921发生几个月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照片，这也是我们这一串照片讨论的尾声。这个是卫生所，卫生所的这栋大楼已经拆掉了。那我的姐姐其实是在卫生所上班，还好那个晚上发生的时候，它是发生在晚上。这个是它的雨遮，那它已经1楼整个都压垮，所以2楼的雨遮掉到1楼。我们其实在整个卫生所的旧办公室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它的钢筋整个都拉出来了，它延伸长度或者是握果力不够，或者是强度不够，或者是它的钢筋量不够，但是它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20年前对于地震的了解确实是比较有限，它的破坏形态其实是很标准，软弱的楼层，大家常常在提说1楼是软弱的楼层，所以1楼会坏掉。事实上，我认为，比如说你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是你不让他睡觉10天，然后说他体力很差，事实上1楼本来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应力，并不是见得1楼就是软弱，那个孩子没有软弱，只是你要让他睡觉。假设说你不让他睡觉的话，应该这样讲，
假设你今天要让他能够跑马拉松，跑到马拉松之前，最起码他需要吃饭了，他需要锻炼。他一楼整个都压垮，他钢筋其实太细了。我们现在我们几乎不会用到这么细的钢筋，因为难想象它钢筋可能是5号的，甚至更细一些。这就是在中心金所我们留下来的照片。这张照片事实上我把它放在很多地方，当做是我跟921最贴近的记忆。这个是我，这就结束了我们老照片分享的阶段。我们接下来要提的是921过之后20年后的房子到底在哪里。